马娇大猪蹄子王八蛋。完了，当初跟司马娇这个大佬谈恋爱的，竟然真的是我。不是吧？已经发展到这个庸俗的程度了吗？难不成我还打算向司马娇求婚？难道以前我爱司马娇比他爱我还更多？你在看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紧张？这2枚小圈有问题吗？没什么。不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找你，发现你一副失神的样子，我怕你吃了丹药不适应，在这里迷了路，所以来看看。你怎么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？快出去！看来，这东西是送给我的，对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因为我戴着正合适。你挺会对号入座的。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我知道，你以前会喜欢我，现在也会。你会依赖我，相信我，愿意一直陪伴着我。因为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先说好了啊，这不是婚戒，只是情侣戒指。情侣，那我现在算是你的朋友了吗？你别急啊，你先让我适应一下。莫非你现在还不相信我？我信，我信。我这灵符里铁证如山的，想不信我不是廖廷艳都不行。你当然是廖廷艳，但我现在开始怀疑，廖廷艳不是你。从我见到你开始，你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
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会错认。我不会认错，是因为我聪明。如果你搞错了，那就没什么奇怪的了。你再这样说，我不当廖廷艳了。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，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娇的封印。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；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娇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，今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娇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娇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娇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娇，她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云荒烟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能忍的，也没喊过一声。司马娇，
只是不还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！合着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不就一起死了？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府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？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当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府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这就是司马娇的灵符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？没有攻击性了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。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娇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娇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
不要，人生会美好，如果这样是日后彻底灰飞烟灭。停下，快停下！我要怎么才能住？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
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，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的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呀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基础不牢靠的人就是容易翻车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怎么突然听起课来了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我想着，我如果能够学习一点术法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帮上你呢。不必，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便好。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即使我帮不上你吧，那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能够自保的话，也就能不给你拖后腿啦。那上面的半吊子能教你什么？你最擅长用土、水、木系，用以攻击、防御与速度。你还可以用衍生术法。有点酷啊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可自由进入空间，无需再用这种东西储物。空间在我体内啊？空间在你的灵府之内，你若不在其中，无人能够入内。我试试啊。你这又是啥新鲜玩意儿啊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与师氏亲近的氏族。你怎么知道这些氏族跟师氏亲近呢？凤七阁武斗台的死斗，你忘了？哦，那你是通过当时的对阵局势，完成了他们的势力划分？你不会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吧？我不会杀这些弟子，我只是利用他们，转移视线里的方向，替我寻找灵火，争取些时间而已。看不出来你这个大魔王竟然开始在乎我们这些小喽啰的生死了。啊，你这就走了？逃课不好吧？要不去空间转转？成功了！要在这儿多囤点东西。先囤点吃食、生活用品，万一我们被施家的人找到，躲进了山里，日子还能过得滋润点。还要备点药物。司马娇那个身体，一受伤半年都好不了，备点伤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再
该写点什么呢？有了。你就是夜游宫里那对双生子里的妹妹吧？你哥哥呢？看来司马交的隐身术体验卡到期了，尴尬了。我叫齐乐天，你叫永令春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齐家与穆家世代交好，你可以叫我一声齐大哥，日后或许我还能照顾照顾你。暴躁的祖宗也有像只小猫的时候啊。哦，我的镜子！这个镜子要是多几面就好了，可以放到各个地方，再把所有画面都聚集到这一块上面，那不就是直播啦？直播？直播是什么？直播就是你能实时看到各个地方的情况，比如啊，把这个镜子放一面到庚辰仙府大广场，我们就能看到弟子打架比武；放到闹市街坊呢，能看到市井生活、人间百态。甚至还可以放一面到山林花树里，野生动物大型生活录，岂不是美滋滋？听起来不错。以后你若听到声响，聚集灵力，敲敲就行，就能看到我想看的啦。今日，老夫要与你们细说凤山灵火。灵火是庚辰仙府立府的根本，滋养着整个仙府的灵脉。如果没了灵火，庚辰仙府地界将灵气全无，从仙府变成贫瘠荒地，天运也会颓丧。司马一族以血供养灵火，他们既守护了仙府的繁荣，也因此获得了高于普通之人的特殊能力。曾有几位大能飞升成神。司马交，是我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啊，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这儿能用上视频通话。视频？什么是视频通话？就是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彼此能看到彼此，能听到对方说话。你们魔域也有这流光镜？可以说有吧，但是我们不叫它流光镜，叫它手机。你好厉害啊！我随口一说直播，亏你能实现它。有了这流光镜，我便能时刻都提醒你，我这师祖一直都在。想让我记挂你就直说嘛，
还要搞这么一套说辞。你这个司马娇的娇，其实该用傲娇的娇吧？上次你说想看直播，我便来了三圣山。哦，高塔跟宫殿都在重建了。哎，你的隐身术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你小心一点，别被发现了。不必担心，我以障眼法行事，我心中有数。那就好。你拿高一点，你拿高一点，你这样我看不清楚后面有什么。司马娇，喂，喂，流光剑也会没信号吗？你们在此处感应灵火下落，若有发现，及时禀报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身上有种让我似曾相识的气息，很令我讨厌。表面唯唯诺诺，实际上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我们没有见过，你应该认错人了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竟敢还手，给我狠狠教训他！别欺人太甚！别把他给打死了，看样子是个化神。不止你的气息，你的这张脸我也很讨厌。偏偏你还是个化神，既然这么没用，那就把你的修为悉数奉献给我吧。无冤无仇的，别再为难我了。我要是不好受，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笑话，我全身都是天级的防御法器，凭你一个区区化神，能奈我何呀？这是什么邪术？居然能够伤我！什么邪术？我不是故意破掉你的防御法器的。你还不是故意的？你怎么这么狂？你怎么这么狂妄？韩道君叫风道君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把他的骨头全打碎，但是不要打死他。等我玩够了，再回来取他性命。叶公主，你们这是要给月公主送药？回叶公主的话，是少公主昨日受了点冻伤，看着只是抹了药立刻就能好的小伤，但不知怎的，寻常治冻伤的灵药都没有用，这才向师掌门求了些偏门珍稀的药来。不寻常的冻伤？嗯。可是少公主与他人起了冲突？对，那丫头现在还被少公主关在别宫里呢。可否带我见见她？是。她是谁？她说自己是夜游宫的大小姐。她体内有着极寒之体带来的特殊灵力。既然司马娇能将庭燕化作水塔，那么将她变成另一个人的模样，也并非毫无可能。你们抓到她的时候，就她一个人？对，她身边除了些不中用的小护卫、小侍女，没有别人。这是被高阶术法所伤，普通的术法
根本无法治愈。这外伤也就罢了，内伤怎么也那么严重，实在是过分。需将庭燕带回宫才能疗伤。可是庭燕在这里，是抓住司马娇的最好时机。走吧。那女子果真是廖庭燕？是。若师掌门能提前埋伏，定能引来司马娇。立即通传各个宫门，即刻出发。一得到消息，我们就赶来了。是司马娇的行踪有了消息吗？各位公主，司马娇如今有伤在身，功力大不如前，围捕司马娇一事，今日势在必得。这个鼻环就算了吧，真要挂上，感觉我这漂亮的鼻子都要掉。这是鼻环？这么夸张，感觉像是给牛用的。不要。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同意。这些真的都是给我用的吗？当然了。可是人家不喜欢嘛，算了，行不行？我已经能听到你在心里骂我了。我最近脾气真的很不好，警告你不要惹我。那这个呢？你喜欢吗？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漂亮。可惜它不是防御法宝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？这又是什么？丹药，味道还行，吃了可以平心静气。哇，心情好好。拜见城主，拜见城主。城主，城主，走开，别来烦我！想我的道理吗？城主，这不是有一个吗？我是一件也不会穿的。逗我玩呢！司马娇，你几百岁的人了，跟小孩一样幼稚啊！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心情不好，连天气都来凑热闹。竟敢破坏我施家灵丹！父亲，又有一座灵山被毁了。谁干的？那人修为不低，弟子们未能追上。不过那人所用术法，
却有司马昭的灵力气息。是司马昭干的，他在找我们的灵火。是啊，这也是孩儿担心的。啊，对了，父亲，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让我查的内应之时，经过几番探查，我发现了一个本该就死了的人。谁？袁商。袁商？他还没死？是。如果袁商还没死，那洛河仙方围剿失败时有异心之人，就不是叶入灵了。您的意思是怀疑袁彻？司马家早就知道我们要对袁商下手，所以故意给我们设下了这个圈套，好笼络袁彻，为他所用。父亲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袁商，让袁彻成为我们的内应啊。这位神君，您没事吧？方才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没想到，你我竟还有一番渊源。纪泽，此话怎讲？既然到时自然会知晓，只是你知他知，明夜桑酒不知。什么意思啊？桑九小友，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，我送你4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看来是我们不可窥看的事情了。桑九姑娘，你不必细问，只需记得纪泽神君说过的话，日后自有用处。你是咒神纪泽，那个司掌时间的神明？正是在下。这位是雨神初皇，执掌空间。难怪方才这把剑明明往前飞去，却落在了我的身畔，原来是被神力所改。桑九姑娘，不知为何，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亲切感。贸然来访也没带什么礼物，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是什么？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多谢。原来今日你们是来送礼来了。不是说好一起喝茶吗？走，去茶室。自从天昊神君陨身以来，你接管神宫，我便是再也没有来过。说起来，天欢圣女怎么样？她已经痊愈了，只是还未苏醒。
出什么事了？阿兄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阿九，你的妖气开始反噬其身了。我本就是妖族，为何会被妖气反噬啊？你从前身负仙髓，自幼修习仙术，内丹经络皆与仙人无异，如今失了仙髓，时间久了，妖性复萌，浊气滋生，就如以荤腥似兔，以青草似虎。若不小心应对，恐有走火入魔之忧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嫁入上清已100余日，那明夜是不是从未与你合修过？你不必瞒我，他若与你合修，便能以清气调和你体内的浊气，你不仅不会被反噬，反而能维持仙体，甚至修为精进。当初父王执意让你嫁入上清神域，也是存了这个心思。怎么，那蛟龙待你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明夜他人挺好的。挺好的，叫你独守空房100余日，他这个做丈夫的好在何处？阿九，你回来吧，我和父王会替你想办法压制妖气。不行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你发誓不能告诉爹爹，让他白白担心。哎，你做什么去？你既难以启齿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自然要去拜访一下这个新妹夫，替你好好的问一问他，为何如此待你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既然我不知道妖气反噬的事，那明夜肯定也不知道。今日知道了，我同他讲便是。做什么动刀动剑？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讲。我是替你抱不平啊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人也是我自己要嫁的，没什么好不平的。再说，明夜他也并未薄待我，反而教了我许多剑法射术，功夫精进很大。啊？剑法射术？童你也讲不明白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夜大概也快回来了，我要回上清神域同他讲合修的事。哎，你就这么直接与他讲啊？不然呢？好，那你去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记得回家，回到漠河来。无论是非应有，阿兄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的。怎么没去修习呢？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我的妖力要反噬了，听说合修能以仙家清气调和妖类浊气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，怪我之前没有察觉。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修。
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原来何修便是如此。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桑九，这疗愈结界倒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我去告诉神君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，谢他为我摄政疗伤。圣女，怎么了？圣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，神君正与夫人一同修行。夫人？明夜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夫人？圣女，圣女，圣女。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晚安。
所以，那棒金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3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3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，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镇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发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时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好疼啊！不对，治好了伤，会不会又有妖气？算了，不能拖累明夜。可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明夜会在意吗？那2个神明啊，要试探国王的真心，一位化作一只小白鸽，一位化作一只鹰隼。鹰隼就追着小白鸽，扑到了国王的怀里。小白鸽跟国王哀求说：“救救我吧，赶快救救我吧！”国王是个心诚之人，便对鹰隼说：“那你吃我的肉吧。”鹰隼说：“我吃你的肉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吃跟小白鸽一样重量的肉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就吃亏了吗？”国王呢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啊，他就让人拿来了秤，他把小白鸽放到秤的那头，他呢，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放在了秤的这头。结果，你猜怎么着？肉的分量不够。于是呢，国王又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放上去，结果还是不够，把自己2条腿上的肉都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鸽子，比咱们河中的青鱼还要小得多呢。那是因为啊，这2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，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。结果呢，正是国王的诚心感动了神明，国王啊，身体完好如初，他自己也飞升成神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哎呀，求神的人那么多，每一个都说自己诚心，若是不要他受着不能承受之苦，又怎知他是不是真心呐？我要坚持下去，不让明夜为我担心。这几日都不见桑九，他究竟去哪儿了？莫非真如天欢所言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。明夜，我这几日回漠河小住，不必担心我。他这是在避着我。最近战事频繁，不知桑九是否从漠河回来了？为何还是遇不到他？好想明夜呀，但是我不能去找他。明夜，听说你又出征了，祈求你平安。我喜欢你好久好久了。
你何时才能看到我的真心？从前，嬷嬷总说夜里睡不着，只好以妖气居住消磨光景，竟攒了满满1斗珍珠。我还笑话过她，没想到这么快便轮到我。待轮值结束，我一定要回去找桑九，哪怕他真的在躲我，我也一定要见到他。报，300里外发现有魔众踪迹，不过他们并无攻击意图，正在向魔域方向聚集。向魔域聚集？是。走，随我一同前去探查。是。诸神降临。林烨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，名为同悲道。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，届时生灵尽死，妖魔滋生。若他成功，这个世界岂不是将沦为炼狱？绝不能让他打开同悲道。可如今看来，魔神已是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，如何能够阻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诛杀魔神吗？林烨，你去召集我们，可有良策？有。魔神演练阵法时，会抽出邪骨，亲自接引天地浊气。邪骨不灭，魔神不死，那么，当邪骨立体时，魔神是可以被诛杀的。这是唯一的时机。可邪骨连接魔神和同悲道，要如何才能取得？是啊，明夜，我们该如何协助你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魔宫附近可以设符，待到阵法开启，魔神只能死守阵眼。届时我会全力将其逼离阵眼，让阵法停下。那我通往魔宫中魔兵众多，我以咒神之力凝滞时间，用时间牢笼将魔兵分开，这样你只需对付魔神1人。我乃雨神，天地间无处不可知。我可趁魔神不备，将邪骨带离魔宫，带往天柱将其封印。天柱乃天地间至高之所在，柱中汇聚天地灵脉，确可封印邪骨。日君，请授9曜天罡阵。看来，是时候动用此法了。确实，要困住魔神，只能用此阵法了。9曜天罡乃天授之法阵，为囚禁魔物而生。但是此阵一开，除了能操纵空间的初皇，不论神魔都将被困在此阵中，无法逃离。明夜，真的要如此吗？魔神乃是由天地浊气而生，孕育它的是这世间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悲伤和仇恨。只要这世间悲苦不绝，魔神便不死不灭。即便是我等身为神明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，只能赌上这一线之机，到时候
待纪泽宇出皇离开，我会以真身拖住魔神，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诸位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在九星连珠之时引动星辰，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，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线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纪泽有幸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明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毁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中吧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圣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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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！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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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